俄方认为，美国在黑海的全球鹰无人机为乌克兰此次打击行动提供了帮助。美国战略无人机经常在黑海上空收集俄方的情报，然后将其提供给乌军，以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方还判断，美国及北约的无人机行动还有创造条件，以最大限度地打击俄罗斯黑海舰队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大桥，并对俄罗斯防空系统和先进防御系统进行侦察，让乌克兰对俄军造成最大程度打击的作用。而俄罗斯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包括在黑海上空设立禁飞区，甚至可击落违规的美军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防长别洛乌索夫6月28号责成俄军总参谋部提出应对措施，及时有效回应美国战略无人机的挑衅。俄国防部称，美国战略无人机在黑海海域上空的侦察飞行强度增加，并为西方提供给乌军的高精度武器指示目标。这证明北约越来越深地介入俄乌冲突，也加大了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相应责任将由北约国家承担。对于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挑衅行动，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军选项之一可能在黑海上空设立禁飞区，并警告在其中的军事目标将被摧毁；另一个选项是使用远程防空系统或俄天空军战斗机驱逐美国无人机。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利昂科夫认为，俄方可能在克里米亚海岸300至400公里处设立禁飞区。美国 RQ-4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可以观察200公里内的距离，因此一旦它进入200公里的区域，就必须对其采取措施。对俄罗斯来讲呢，它在黑海上空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去建立一个防护的区域。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之前乌克兰对黑海舰队，包括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很大程度上乌克兰是不能够独立完成的。它的基础是北约从黑海等方向上提供的信息情报的支持。去年，俄军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向一架美军 MQ-9无人机倾倒燃油，导致美军无人机坠入黑海。几天前，俄军米格31战斗机也以超音速飞越美国全球鹰无人机，产生的强大湍流迫使全球鹰停止工作，迫降在西西里岛的基地。对于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声明，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日前称，美国无人机和飞机在国际水域飞行是合法的。他强调，美国将继续在黑海公海水域上空飞行。有英国学者认为，下一步俄罗斯可能开始在黑海上空击落美国和北约的无人机，未来西方无人机将无法在该地区顺利开展行动。西方和俄罗斯飞机在黑海上空直接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局势变得危险。如果是美国的无人机真的被俄罗斯方面打下来啊，这个打下来我们说是指，比如说使用导弹啊，使用机炮啊，那么这样的造成的损失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这是战争的行动，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像俄罗斯之前啊对 MQ-9的这种干扰飞行，那么出现一些意外的话，这个就很有操作的空间。近期俄罗斯与北约对抗风险加剧，在美军无人机多次在黑海上空收集情报并提供给乌军后，俄罗斯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包括在黑海上空设立禁飞区，甚至可以击落违规的美军无人机。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可以采用第三国调解模式，参考2022年黑海粮食走廊谈判的模式。当时，俄乌双方代表没有直接接触，而是以联合国以及土耳其为中介进行间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签署时也由中介作为担保，分别与俄乌代表在2份不同的协议上签字。泽连斯基还说，这种模式也可以用在未来的其他问题谈判中，并希望将中间人的范围进行拓展。外界认为，泽连斯基这次表态是对俄总统普京6月14号提出的停火条件的间接回应。当时俄方开出的条件是乌军从东部4州撤军，并书面保证不会加入北约。当时泽连斯基也针锋相对地开出条件，要求俄军撤离。俄乌冲突打到现在，那么对双方的压力都是巨大的。当然，我们相比之下，乌克兰方面肯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为俄罗斯的纵深动员的体量，那么要远大于乌克兰方面。所以呢，理论上讲，乌克兰应该比俄罗斯更迫切的希望结束现在这种消耗战。对泽连斯基政府来说，怎么样尽量的表示打下去的责任不在己方，表示出自己有谈的这个想法。
但同时呢又不至于刺激各方的这个敏感神经，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述还是很值得深思的。欧洲舆论认为，泽连斯基对谈判方式提出一个技术性的条件，态度较之前显得更务实，这与美国与北约对其援助存在很大变数有关。北约刚刚举行换届选举，秘书长将于10月由荷兰首相吕特接任。观察指出，吕特接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他同时还要处理的是成员国对长达2年多的援乌的疲劳问题。实际上，吕特过去几年多次与泽连斯基见面，但身份改为北约秘书长后，态度会否发生变化仍是未知。而美国的变数更大，在刚刚举行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后，特朗普的表现远远好于拜登，这让欧洲和乌克兰都高度紧张。一旦特朗普成功重返白宫，他随时有可能兑现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特朗普的2位智囊近期就提出，只有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前提下，乌克兰才能继续从美国获得武器。7月1号，中央政府推出多项新措施，支持香港和澳门社会更好发展。相关政策在7月陆续开始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还宣布，中央政府再送1对大熊猫给香港，预计数月后抵港。香港社会各界对此反响热烈。为庆祝香港特区回归，时隔17年，中央政府决定向香港赠送1对大熊猫，预计将于数月后抵港。这也是香港特区回归以来落户香港的第3对大熊猫。目前，香港海洋公园的2只大熊猫莹莹和乐乐将于8月踏入19岁。香港市民和游客对即将来港的新大熊猫充满期待。送多我哋2隻熊貓，好開心啊！在四川看，他们都是懒懒的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香港人呢？香港就是从来活蹦乱跳的。香港海洋公园前主席盛智文认为，这个安排显示中央政府非常爱惜香港，有信心海洋公园会照顾好新来的大熊猫。I think that's really a good sign. Gives us hope for the future. I think it'll attract more visitors, and I'm hoping maybe they'll have baby. 出入境管理局7月1号发布公告，非中国籍的港澳永久居民从7月10号起可申请办理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也就是俗称的回乡证。持证人在证件5年有效期内可以多次来往内地，每次停留不超过90日。这一新闻受到港澳和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此前，由于不是中国籍、非中国籍的港澳永久居民到内地就要用护照经人工通道过关，每次均需进行指纹采集和填写入境卡。在新政策下，持证人在出入境口岸進行1次指紋採集等手續後，就可經快捷通道過關。少數族嗰啲人都好開心，今朝到而家都打咗好多電話嚟喎，幾時可以申請啊？點申請啊？咁你一個10分鐘變20分鐘，咁你好多時後邊你其他一啲朋友咧炸晒你型嘅。除咗方便咧，我覺得咧係一個認同嚟嘅，即係你都會覺得你都係國家嘅一份子。香港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分别对这一新政表示热烈欢迎。李家超表示，不少非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在港扎根多年，一直默默耕耘，为香港发展做出莫大贡献。当中，在港工作的外籍人才特别殷切期盼更好地把握中国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尤其憧憬着更大程度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为世界1流湾区。香港公司国际人才凭这张卡能够享受期待已久的北上通关便利，这措施不限国籍和行业，充分彰显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地位，显著协助香港继续保持国际化和多元化，提供世界各地公司和人才落户香港的巨大诱因。贺一诚表示，中央政府此举是国家扩大开放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支持澳门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巩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同时为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创设更多良好条件。此外，7月1号起，自香港、澳门进境居民旅客携带行李物品免额税度从人民币5000元提高到12000元。此外，在设有进境免税店的口岸，允许上述旅客在口岸进境免税店购买一定数量的免税商品，连同在境外获取的个人合理自用行李物品总值在15000元以内的，予以免税放行。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当天均对这一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
感谢中央再次出台惠港澳措施，表示这些措施可促进本地零售市场，为经济注入动力。据测算，在新措施落地后，每年能为香港带来88亿港元至176亿港元购物消費額，經濟增加值約27億港元至54億港元。我自己好相信咧，中央政府今次呢個額度咧，其實已經係一個破例定提高